同样的 AI 编码任务让 OpenClaw 接入 TensorDB Agent Memory v2.0， 成功率从 33% 飙升至 50%。 最狠的是 Token 消耗居然减了60%，太扎眼了。这是腾讯云刚刚开源的 TensorDB Agent Memory v2.0， 它不是普通的 RAG 插件，而是一个专门给团队协作打造的记忆 Hub。 简单说，它解决了 AI 助手那种换个绘画就失忆的尴尬。回顾过去这半年，从2月关注自托管助手到7月讨论分层架构，这条线终于从单兵代理走向了现在的团队级记忆隔离与权限治理。这就是工程化。 AI 写代码时常面临严重的上下文累积压力，反复指令开销大， Token 烧得心疼。以 OpenClaw 跑 SWE Bench 为例，接入这个 Hub 前冗余背景指令挤占了大量空间，接入后这些开销被显著抹平了。它内部通过异步管道把你的零碎对话代码和文档自动提炼成4类可复用的资产，分别是 Chat Memory、Skill、Wiki 和 CodeGraph。 就这一步告别了大杂烩向量检索。团队级 AI 编码的瓶颈从来不在 RAG 检索，而在权限治理与多用户记忆隔离。传统的 RAG 只要搜得到就能用，但 V2.0 加入了细粒度 ACL 层，哪怕是团队共享环境，你的私密资产团队管理员也读不到。在 SWE Bench 测试中，成功率从 58.4% 升至 64.2%， Token 消耗从 3474.1 M 降至 2375.4 M。 而在 AALCR 测试中，成功率也由 44% 升至 47.5%， 账太简单了。但要注意，自动化索引还在完善期。流数据传输究竟是用简单的 TCP 套接字，还是复杂的流数据库组件？社区现在争论得很厉害。对于大型受监管企业，官方建议目前仅试点，别直接搞全公司标准化。GitHub issue 里也有不少吐槽，有人觉得引入全套流数据库有点过度设计，还有人爆出 FTS5 运算符未清洗可能引发的查询语义异常问题，必须留心。鉴于这些潜在风险，建议先在开发机用 Docker 跑个 demo， 别急着碰生产配置。只要 Node 版本够高，准备好对应的 LLM 参数，几分钟就能挂载到你的 OpenClaw 上。开源自托管。最后是避坑清单：第一，确认权限域隔离是否符合内控；第二，留意 FTS5 操作符注入风险；第三，如果在 S3 部署，请评估 FOAAR 带来的延迟成本。没别的，拉镜像吧。